小少爷，战爷出门了，你都想吃点东西吧？不吃，我要妈咪，我要妈咪。小少爷怎么了？为什么不吃饭啊？小少爷从小就有厌食症，他只吃战爷亲手做的饭。要不我去试试？就你个新来的，我在战家已经服务5年了，小少爷从来没有吃过一口我做的东西，更何况你。苏苏，你等着，妈咪这就给你做饭吃。少爷，就吃一点吧。小少爷，你一个新来的女佣跑这儿献什么殷勤？我说过，小少爷只吃战爷做的饭，不会吃你这个女佣做的。小少爷吃不吃呢？不是你说了算，是小少爷说了算。老公，老公，老公，喝酒伤身，喝来醒酒汤吧。老沈，真的是你，老公，老沈，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我找你找的好辛苦。怎么可能会是他？若山早就死了。赵总，一上午都没吃东西了，吃一点。不吃，我要妈咪，我要妈咪，我要妈咪。你没有吗？为什么？幼儿园所有小朋友都有妈咪，为什么我没有妈咪？妈咪就在你身边啊。因为你妈咪是个不折不扣的变态，她丢下你跑了。战军，胡说八道！小少爷，只要你把这碗粥喝了，我就带你去见妈咪。敢在我儿子面前胡言乱语！少爷，有的人就是喜欢哗众取宠，像你这样动脉脑筋的女佣，我们战家不知死了多少个了。小少爷，乖乖的喝一口，就喝一口好不好？我们早就说了，小少爷是不可能吃其他人做的食物。还有吗？这怎么可能？少爷，出来去。少爷，从华阳医院那边传来消息，监控拍到少奶奶母亲的病房今天有人探望。知道了。战爷，我突然肚子疼，去趟厕所。站住！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佣啊。一个普通的女佣，你一个普通的女佣，你一个普通的女佣做的东西，战叔也会吃啊！你能够躲过战战的监控，我就一直在默认。你是不是也懂一些招数？战爷，你在说什么呀？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佣而已啊！来人，带他下去协助。少爷，他脸上好像没有带妆。战爷，我真的就是一个普通的女佣而已。防水油漆是吧？拿防水油漆专门的卸妆液。是。你们要干什么？住手！我是喊对，我就是那只，你有本事咬我呀！咬我现在。老郑，5年前的账怎么算？我给你酬劳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倍酬劳，再找个男人上来，把我当年所剩的
让你也感受一遍，如何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就是要让我当年所受的耻辱，让你加倍奉还。张汉杰，我可是战胜的住嘴！你说要带我去找妈咪，是真的吗？关小了，带少爷回房间。是少爷。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说你是素素母亲5年前，我是不该丢下他的。你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所以我回来找他了呀。我手机响了，你慌个什么劲儿？这明明是我严中林自创的歌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盗用我的手机，你这个小偷！你是偷谁的？接电话。韩宝，小情人。救我！我倒是要看看你的小情人能不能把你拱手让去。战汉君，你要是毁了我，素素会恨你一辈子。你有什么资格做素素母亲？这5年来，你为素素做过什么？这个世界上哪有做母亲的舍得抛弃自己的孩子？如果不是有迫不得已的原因，我早就回来看他了。说的这么冠冕堂皇，你不过就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。怎么不说是你太霸道，太不讲道理呢？少爷，董书要开始了。知道了。你最好给我老实点儿。我要暂时离开，你最好期待你的小情人赶紧来救你，不然等我回来，你们就等着一起下地狱。门口有人脸识别系统，你的小情人出现，必定会引发警报，你等着他自动。妈咪的手机定位就是这个位置，妈咪，你等我来救你。小少爷，你怎么回来了？我来找。小少爷，你是找爹地吗？他刚刚出门了。你去忙吧，不用管我。人脸识别成功，这是专门为我设计的吗？这么容易就解开啦？妈咪，看来张汉修的人脸识别系统，在我家韩宝面前就是个摆设。妈咪，是哪个坏蛋欺负你了？这里很危险，我们先离开这儿再说。如果张汉觉发现韩宝的存在，一定会跟我抢韩宝的抚养权。韩宝，我们得想办法破坏这里的监控系统，不能让坏人发现你的存在。简单，就给我吧。不好了，大少奶奶不见了！不好了，少爷，大少奶奶她跑了。哪来什么大少奶奶？是洛诗涵小姐。回家。少爷，本完好无损。看来救洛诗涵的人应该是正常快走进来的。这里没有配备密码系统，几乎不可能被破译。人脸识别系统也只录入了我战速的。那这个监控系统呢？监控系统的后端存储被人刻意破坏过。竟然还是个高手。什么？你说小少爷进来过？果然，郑素还挺喜欢和那个女人做的主的。看来是我小看洛诗涵了，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收买了我儿子。少爷，与其让他们私下联系，不如将洛小姐正大光明请进家里做光。你认真的？洛小姐不过是洛家弃女，应该很快会被小少爷嫌弃。她肯定会被他嫌弃，而洛小姐也会被小少爷整理死去活来，然后派外给我做人。
就按你说的办。好，把他签了。不签。你看看最后2页再做决定。张寒菊，你真的同意我去见我们的儿子？请注意你的措辞，那是我的儿子，我可以带你去见他，不过你得答应我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没有我的允许，永远不能分享。我是孩子的母亲，你凭什么不让我们相认？就凭我不承认你是孩子的母亲。所以你到底签不签？如果你不签的话，就永远别想见你的儿子。好，我答应你。你可以滚了，罗志涵，好自为之。素素，我是来照顾你的小洛阿姨。看，喜欢吗？不喜欢。就凭你这3脚猫的功夫，还想讨好战素？素素，要不要和阿姨一起比赛，看看我们谁拼得快？不自量力！洛小姐，战素就交给你了。战爷放心，我会和战素相处得很愉快的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也不是故意打碎的。我有办法。你是说交不给？陆小姐，请你把春花底座下面打扫一下。好。素素，别紧。少儿你滚！素素，你怎么了？不就是一个碗而已吗？那是我妈咪的碗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如果不是5年前我狠心抛弃他，素素就不会这么伤心。别拼了，那些垃圾我早想丢。你就是故意的，想让战素恨我。待会儿你走的时候，记得把那些垃圾也顺道带走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和战素相认？你恨我，我可以理解。那战素呢？你有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那你呢？你当年抛下他的时候，你考虑过他的感受吗？我要是知道会给他带来这么大的伤害，我就是带着他出去讨饭，也不会丢下他。滚！不好了，妈咪，东东发烧了。什么？我马上回去。这个洛世涵才和战素相处1天就迟到，真是颇为做素素的贱。战素，弟弟等会有个紧急会议要开，让白阿姨送你去幼儿园，好吗？战素啊，到幼儿园要乖，不能跟小朋友打架，知道吗？你这孩子有没有礼貌？白姨跟你说话呢。战素，以后我就是你妈咪，你要跟我客气点。你说我妈咪，我要回家。发什么疯？你爸让你上幼儿园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我不上学了。不去也得去。妈咪，快看，那个就是我们班的问题学生。妈咪，他瞪我。
你这孩子瞪什么瞪啊？你妈没教过你瞪人没礼貌吗？不许说我妈咪。我就说你妈咪了，怎么了？这整个幼儿园谁不知道你就是个没妈的孩子？战素，你要是求我，我可以当你妈咪哦。我才不要，你根本不是我妈咪。你是他妈，你怎么管孩子的？不是他妈，你没听着吗？战素，跟我回去，别在这丢人现眼。谁说他是没有妈的孩子？素素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受伤了？谁欺负你了？你跟小陆阿姨说。你就是战家保姆啊？对，战素的伤是怎么回事？你什么态度啊？一个保姆竟然这么跟我说话！战爷把小少爷交给你，白小姐就这个态度。战素和别的孩子打架，结果就被教训成这个样子了。小孩子家的，打打闹闹不是很正常？谁敢教训我家素素？素素，欺负你的人是谁？阿姨给你讨回公道。就是他。哟，没妈的孩子，要你一个保姆来出头？你看看这在场的哪个不是有钱人家的太太？你一个保姆，也有你说话的份儿。你敢打我？我就打你怎么了？我劝你现在就给孩子道歉，否则别怪我不客气。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保姆。保姆怎么了？你敢欺负我家素素，就打得你满地找牙。你完了，你们都完了！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这个小保姆完了，你这个没妈的也完了。这个幼儿园是环亚旗下的，实话告诉你们吧，我老公就是环亚集团的项目经理，把我惹毛了，你就别想在这个幼儿园里待下去。你还敢打我？再说叶中央个字，别说打你，我直接废了你。好好好，你很好，希望等会儿你也这么狂下去。我现在就打电话把你们开除。通通都开除！好啊，那我也打个电话。老公，赶紧动用你在环亚的关系，把那个人给我赶出幼儿园！你这个蠢货，你到底惹了什么人啊？老公，你在说什么啊？我就是想把那个没妈的孩子赶出学校而已啊！你自己想死，别连累我！我现在已经被环亚集团除名了，永不录用。怎么会这样？被环亚除名，那岂不意味着为环亚集团除名？我想要找工作，谁可能录用啊？你这个败家娘们儿！不可能，她就是个小小的保姆啊！道歉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再也不敢了。滚！好，好。素素，阿姨送你进教室吧。那阿姨带你去游乐园，好不好？走。不行，你不能带战素走，战素应该去上学。你是哪位呀？素素被人欺负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这个小保姆连我都不知道，我白南宁是战少未婚妻，要不了多久我就是战素的后妈。既然要做战素的后妈，就应该学会讨孩子的欢心。你不过是战家保姆，有什么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？我只是善意的提醒，得不到孩子的认可，战爷是不会娶你的。你好像很了解战少，该不会你也喜欢战少吧？你放心，我就是嫁鸡嫁狗，也不会嫁给他。战少让我送战素上学，他今天只能待在学校。白小姐，今天有我在，谁也别想强迫小少爷做他不想做的事儿。韩觉，你请的这个保姆简直是个泼妇嘛！她今天跟学生家长吵架了，影响非常不好。我劝她，她还骂我，甚至还强行把战素带出学校去玩了。素素，让你洗澡。祝你好运。洛世海，从明天开始你不用来了。为什么？跟学生家长吵架，带孩子逃学，你还有脸问？我和那个家长理论是因为我不需要知道缘由，你的所作所为暴露了你的心智非常的不成熟。素素受伤了，还被人骂没教养，你知道这对她的心理伤害有多大吗？那逃学呢？你又怎么解释？素素非常抗拒上那家幼儿园，那个学生和家长对她都不太友善。你没有资格对我指手画脚，像你这种只知道逃避退缩的人，根本没有资格教导战素。可是那样的环境只会让她……如果你真的知道环境对人的重要性，你就应该给战素树立好一个榜样。我怎么没给她树立榜样了？如果从明天开始你还是迟到的话，你就不用来了。放心，我明天一定不会迟到。
妈咪，昨天回来那么晚，新工作是不是很累？如果我和彤彤不穿新衣服，不报兴趣班，你能不能换一个轻松点的工作？妈咪不累，这份工作来之不易，而且妈咪有必须坚持下去的理由。你们给妈咪加油打气，好不好？好。妈咪，你快去上班吧！我和彤彤已经知道是缺路了，我们可以自己去。可是，妈咪放心，我开了地位系统，你可以在手机上随时知道我们的位置。好吧，那你们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。到了幼儿园，记得给妈咪报平安。好的，妈咪。彤彤，你带着手表去上幼儿园。啊，哥哥干嘛呢？我现在就去海天别墅找妈咪的老板谈谈，让他不要给妈咪那么多工作了。哥哥加油！妈咪明明比我早出门，为什么还没到？站住！素素，你不是该在楼上写作业吗？我叫韩宝哎，这个叔叔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战素，爹地问你话呢。不管了，先蒙混过关再说啊！我这就去楼上写作业。这孩子怎么发型跟衣服都变了？战爷，我来了。洛小姐，你又迟到了。路上实在是太堵了。既然迟到了，说吧，怎么办？战爷，我错了。道歉要是有用，还要法律做什么？我迟到了30分钟，你可以无偿增加我的工作时间，我绝对不会有任何怨言。增加工作时长，那岂不正中你下怀？我也可以不要工资。妈咪，我是偷偷瞒着妈咪过来的，得先藏起来，不能让妈咪看见我。你是谁啊？你是谁？你们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这里是我家，这个问题应该我问你才对。我叫骆子涵，你呢？战术。你们长得一模一样，是巧合吗？肯定不是，我们一定是双胞胎兄弟。有道理。不过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来找妈咪，不过我是偷偷来的，你可别告诉我妈咪。洛诗涵是你妈咪？对呀，也是你的妈咪哦。为什么妈咪要你不要我？对呀，我妈咪就是你的妈咪，你爹地一定是我的爹地哦。妈咪要我不要你，那爹地为什么要你不要我？对呀，为什么呢？他们应该是有什么苦衷吧？你看，妈咪不是回来看你了吗？你比我幸运多了，我长那么大还没见过爹地呢。你也别难过，你过来，我带你去见我们的爹地。战爷，是不是无论我做什么你都不满意？你连带孩子这么简单的事情都做不好，你有什么是值得我满意的？你就那么完美吗？你让不同的女人接送孩子，你的作风问题会严重影响到战素。那些都是战素的亲戚，明明是你自己私下的应酬，想什么都应酬。白南宁呢？他是战素哪门子的亲人？我的私生活你好像无权干涉。我还懒得管呢。但是拜托你，就算有要孩子的打算，能不能在战素没有足够安全感的情况下暂时隐瞒一下？你听谁说我要跟白南宁生孩子的？白小姐亲口说的。好，我会亲口告诉战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给他添弟弟妹妹。那倒也未必，话也不能说得太满，没准哪天就不用收到2个弟弟妹妹了。这话什么意思？能有什么意思？你这么花心，谁知道在外面有没有私生子？看，那就是我们的爹地，我带你去见他。爹地，你有种再说一次。不敢了。像你这样的人，根本就带不好孩子。明天不用来上班了。战叔，弟弟这么讨厌妈咪，如果他知道我偷偷潜入，他就更加不喜欢妈咪了。那怎么办？
我们想办法让爹地喜欢上妈咪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能大团圆哦。弟弟怎么才能喜欢上妈咪呢？你去跟爹地撒娇，求他把妈咪留下来，这样他们就可以培养感情了。我不会撒娇。那我们换衣服，你去楼上等着，我去跟爹地撒娇。战爷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别赶我走。乐阿姨，我喜欢你送我上幼儿园，你不要走好不好？我不同意，战家不需要没有时间观念。爹地，也许他知道是有苦衷呢。比如说，他还要接送他的孩子上下学呢。该不会被战素猜对了？我还有一个女儿，比战素小1岁。你果然是个水性杨花的女人。你当年跟我离婚之后，就立刻跟其他男人生孩子去了，是吗？是又怎么样？那个时候你已经和我离婚了，好不好？我女儿这2天感冒发烧了，我因为照顾她，所以迟到了。既然你不能全身心的照顾战素，那就请你立刻给我滚蛋！爹地，陆阿姨虽然迟到，但她对我很好，她还教我唱歌、弹钢琴、画画呢。战素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在卖萌？弟弟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要什么你都答应，对不对？行。爹地，你真好。战爷，你还有什么事儿吗？洛诗涵，请停止用你那虚假的母爱去感化战素，你这样只会让他更糟糕。战素今天表现挺好的呀，他都学会撒娇了。他这个样子跟精分病有什么两样？这笔账我改天再跟你算。韩宝，彤彤，妈咪，妈咪，今天老鸨没有为难你，你准时下班了吗？没有。人贩子叔叔来啦！小女孩，不准叫我人贩子。彤彤，叔叔现在是妈咪的老板，我们有事情要聊，你去一边玩好吗？叔叔，对不起，我不叫你人贩子叔叔了。不过什么？你可不可以别给妈咪布置那么多工作？我妈咪好累呀。叔叔给你妈咪布置的工作量可不多，是你妈咪自己笨手笨脚。妈妈说的对，资本家的本性就是榨取劳动者的劳动力。彤彤，叔叔和妈咪有重要的事情要聊，你不可以打扰妈咪谈事情哦。洛诗涵，你当初不是指天发誓只爱我一个吗？战爷，那些都是过去式了。跟我离婚之后就立刻改嫁，还跟别的男人生个女儿，你对男人就这么饥渴啊？还真是恶心！以后别让战素看到你。战爷，素素需要妈咪。她不需要。爹地是坏蛋，居然要辞退妈咪。战术，明天我要见爹地，不能让爹地辞退妈咪。我们互换一下身份，好不好？看那个自闭症又来了。原来他们平常都是这么辱骂战术的。给我道歉！想要我们道歉，那就从我下面钻过去。以后你们再敢骂我告状星，我就直接用拳头来解决你们。战素，为什么打架？老师，我没有打架，是他们先骂我在先的。给你的家长打电话，把你的弟弟妈咪叫到幼儿园来。遇到这种问题学生就是麻烦。战素的爹地原来这么帅，比那些天王巨星好看多了。战素他怎么了？战素跟其他同学打架，其他同学被他揍得鼻青脸肿的。战素，受没受伤？
战素这个自闭症根本不会开口说话，事实真相如何，还不是任由我编排。战素爸爸，战素太冲动了，脾气也很古怪，班上的其他同学都不愿意跟他一起玩，不太合群。我教的。可是小朋友不跟其他小朋友一起玩，一个人多孤独啊！雄鹰不语燕雀。这个事情就是你家战素的不对，是他先动手打的人。战素，你说。战素就是一个闷葫芦，他会说才怪呢。爹地，就是他们欺负我。素素，有什么你就直接跟弟弟说，爹地会问你说什么。他们骂我告状精，还要让我钻他们在胯下，我不钻，他们就要打我。战素，你怎么能说谎呢？你没有受伤，受伤的是他们。爹地，老师说我是问题学生，说我是个麻烦。战素，你怎么能冤枉老师呢？你真的太让我失望了。没有冤枉他。战素爸爸，我觉得你家战素不适合待在幼儿园，不如你把他带回家休息。我觉得不适合待在幼儿园的人是你。哟，威胁谁呢？没家底儿还要来上贵族幼儿园，那就别怪自己被欺负。园长，你得罪了一位权势滔天的大人物，收拾不该，赶紧滚蛋吧！园长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没有得罪过什么大人物啊。环亚的太子爷战少是战素的爹地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？竟敢得罪帝都赫赫有名的炎炉煞神！什么？原来战素的爹地才是我们学校最隐形的大佬。你自己找死就算了，可千万别连累我们幼儿园。战爷，求您别封杀我。欺负你的人都不会有好下场。爹地好棒！走吧。爹地，你把陆阿姨给解聘了，她就没有工作了。能不能在你们公司给她找一份工作呀？她可厉害啦！像洛诗涵这种乡下的粗鄙女人，除了会些花言巧语骗你们这种小孩外，她还会什么呢？爹地，洛诗涵没有骗我，她会的技能很多。那这样吧，爹地明天给她打个电话，邀请她来公司应聘。不过呢，爹地不能给她走后门，她得靠自己的能力，可以吗？好耶，爹地，你不会是敷衍我的吧？机会给她了，能不能过就看她自己的能力了。洛诗涵，一个乡下来的姑娘，能有什么本事通过环亚的面试？洛小姐，这个是我们总裁亲自为你设置的考题，只要你能进入我们环亚的网页，并且入侵其中任意一台电脑，就算你过。这么简单？战汉爵，既然你瞧不起我，那我就给你点颜色瞧瞧。搞定。喂？什么？总裁的电脑被黑了？我的姑奶奶呀！我让你黑电脑，没让你黑总裁的电脑呀！不是他自己说的吗？总部的电脑随便黑。是可是。洛诗涵，进来的。洛小姐，自求多福吧。他是说总部的电脑随便黑，不过不代表他不找我麻烦呀。没想到这个土包子认真打扮起来，还是很令人赏心悦目。完了完了，也不知道战汉爵又在酝酿着什么坏术。战爷，我也不知道您在开会，不知者无罪，你不能怪我吧？这上面的职位，你随便选一个。
如果能做战韩爵的助理，就能接近到战素。可战韩爵又很讨厌我，这父子二人，我只能征选一个人。我选总裁助理。你凭什么觉得你能胜任这个职位？因为我有超越常人的黑客技能和统筹管理能力，足以胜任总裁助理这个职位。你有过工作经验吗？没有，都是自学。你一个3流专科学院毕业的学生，资质平庸，竟然能自学黑客科技，黑了我的电脑。可能是瞎猫撞上死耗子吧。陆世涵，你还真是让我越来越猜不透你了。不过你越是刻意的去模仿他，我就越讨厌你。素素啊，姑姑来陪你玩呀。哥，你看呀，你儿子又不跟我玩。你明知道战素不喜欢你碰他，你还非得招惹人家。我以为他病好了嘛，才屁颠屁颠跑过来给你带孩子，谁知道他的自闭症又开始犯了。战素他没病。战素一会儿沉默寡言，一会儿热情似火，我怀疑他得了精神分裂症。我已经打电话给精神科医师了，他一会儿上门给战素瞧瞧。战素，张医生刚才说了，你的病还在初期阶段，只要我们积极配合治疗，就一定会好。我没病。爹爹已经决定好了，要配合张医生的治疗方案，反对无效。爹地，你和妈咪复婚吧。为什么忽然提这个？爹地和妈咪复婚，我的病自然就好了。战素啊，你最近情绪特别不稳定，是不是因为洛世涵？你是不是已经知道洛世涵是自己妈咪了？洛世涵，你这个不守信用的女人，你找死！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战爷，你干什么？战素已经知道你是他母亲了。你说什么？你还在狡辩？我没有。你这个没有底线的女人！我真的没有说。洛世涵，如果不是因为你，战素根本不可能知道你的身份，分明就是你。我发誓，我真的没说。闭嘴！你知道我现在有多恨你吗？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你。战素他得了精神分裂。什么？你利用他对母亲的渴望，一步步接近我。你以为你这样做就能重新坐上战太太的位置吗？不是的。你别想狡辩了。洛世涵，我给你1个亿，限你48小时内离开国内，永远不要回来。战爷，我不能离开苏苏。这可由不得你。如果你48小时内没有离开，你就等着给你母亲收尸吧。妈咪怎么了？是不是老板欺负你了？没事儿，妈咪决定带你和彤彤回欧洲定居了。啊？那什么时候走？后天。家树，我们就要回欧洲了，怎么办？战后，洛世涵，我昨天才让你离开，转头就给战素发这样的消息。
怎么了？战寒决，你儿子偷偷离开家了，你不知道吗？他人在哪儿？战素现在到了移动居住楼，他到底要找谁啊？他要去找他妈，洛诗涵。战素知道自己的妈咪是洛诗涵了吗？你跟着他，看看洛诗涵究竟要玩什么花样，把战素骗得团团转。素素，你怎么来了？你怎么知道妈咪住在这儿？走，彤彤、韩宝，快过来，看看谁来了。他和汉堡长得一模一样。你们让妈咪冷静一下，妈咪想一想怎么跟你们介绍他。妈咪，他叫战术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跟战术已经见过面喽。妈咪，不要走。素素，对不起，妈咪已经抛弃过你一次，这一次，妈咪不走了。妈咪，我原谅你了。太好了，我有2个哥哥啦！韩宝，你还没告诉妈咪，你什么时候见过战素的？还有战素，你是怎么知道家里的地址的？妈咪，我和战术互换了身份，我替他教训了他的恶霸同学，还见过他爹地，跟他爹地在一起生活了2天。你们这2个熊孩子，都是因为你们互换身份，让战素的爹地以为战素得了精分病，正在给他找医生治疗呢。我不要治疗，妈咪，要不我替战术回海天别墅，我有办法不喝药。韩宝，你真的愿意去吗？妈咪放心吧，我会偷偷给你打电话，还会偷偷出来见你的。素素是不是在你家？妈妈，我来。大嫂，我哥让我把战素带回家。战素，我们走。回头。素素，爹地想跟你聊一下，洛诗涵她不是你母亲，她就是。可是你，爹地，下次我离家出走前会给你讲的。还有下次。战素啊，你的2重人格姑姑都很喜欢，一种酷帅到极致，一种可爱到极致。战凤仙，你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小姑姑，你孤陋寡闻了，我这不是2重人格，我这是被夺舍重生了。完了完了，哥，我感觉我们家小祖宗精分症已经无药可救了。闭嘴。你去调查一下洛诗涵，为什么战素每次见了他之后就变成了另一个人？没问题。明天跟着洛诗涵，一定要亲眼看到他登上飞往国外的航班才行。好，好，好，这就去。再见喽，宝贝。大嫂，战素，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说来话长，既然你看到了，不如进屋坐下说吧。大嫂，我哥让你限时出境，你如果违背了他的命令，后果不堪设想，而且你还带着战素。我有我的苦衷。哎，大嫂，战素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他不应该在我哥家吗？大嫂，战素为什么会在你这儿？他不应该在我大哥家吗？因为战素没生病，你哥却要给他治病，所以我才把战素留在了身边。哎，大嫂，我哥把战素养大很不容易的，你一回来就夺走他，这也太残忍了吧！亲情割舍的滋味有多痛苦，我知道，我不会这么做的。可事实就摆在眼前，战素被你带到了身边。哥，战素又离家出走，你知道吗？你在发什么神经？素素正跟我一起用餐。你说什么？
怎么回事？怎么有2个战术啊？没有2个战素，他们一个是战素，一个是韩宝。2个韩宝？是啊，这2个熊孩子呀，之前瞒着我偷偷交换了身份，所以才给你们造成那么多困扰。那所以说，我看到的静芬是冷酷的战素和活泼的韩宝交替出现在我的眼前。对，太好了，我家战素没有病。你才有病！臭小子，怎么说话的？没大没小的。不许骂我哥哥！大嫂，这个小天使又是谁啊？这也太萌了吧！我看不如给我家战素当童养媳。神经！臭小子，姑姑在给你找媳妇儿，你叽歪啥呀？小姑姑，兄妹之间你不知道是不能结婚的吗？啊，兄妹？嫂子，这小姑娘是谁啊？我女儿，叫骆子涵。嫂子，你改嫁了？没有，战素啊，韩宝和彤彤是一胎3宝。什么？彤彤也是我哥的孩子？什么？彤彤也是我哥的孩子？我哥也太厉害了！妍希，现在你已经知道彤彤和韩宝的存在了，你会选择帮我隐瞒，还是告诉你哥？嫂子，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哥？如果我哥知道韩宝和彤彤的存在，一定会非常开心的。爹地不喜欢我，他说我是没家教的野丫头，我也不喜欢他。这爷俩还没正式见面就结下了梁子了？你哥那么讨厌我，为了孩子，他会跟我对簿公堂的。唉，这倒也是。你哥权势滔天，我卑微如蝼蚁，我拿什么跟他争，跟他讲啊？嫂子，你可不可以看在孩子们的份上，再给我哥一次机会，让他慢慢接纳你？我其实一直在原地等他。嫂子，就冲你这句话，这辈子我护你到底。我会跟我哥说你已经出国了。凤仙，谢谢你。你都给我生这3个聪明可爱的侄子，我应该谢谢你。妈妈，我饿啦。妈咪马上给你做饭。战素，战素，你想不想爹地和妈咪复婚呀？想。姑姑有个好办法。小姑姑，真的要这样做吗？难道你不想和爹地妈咪一起生活吗？想，但我不想伤害爹地。那这件事情就交给韩宝来做吧。我们法律援助节目今日请来了一位年纪最小的小朋友，下面请我们的小朋友说出他的诉求。我叫战树，是环牙总裁战韩爵的儿子。我现在请求法律援助，希望我爹地能把我的抚养权让给我妈咪。骆诗涵，肯定是你撺掇我儿子去找法律援助的。爸，韩局啊，你还没处理好跟骆诗涵的关系吗？妈的，老脸都被你丢尽了。爸，骆诗涵不足为惧，我担心的是，我如果处理不好骆诗涵，战素他会跟我离心。就是这样，你要以战术偶尔看母亲的条件，让骆诗涵放弃战术的行，我先带战素去找骆诗涵，平复他的情绪，之后再逼骆诗涵让出抚养权。战爷，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我不能来啊？可以，当然可以了。安宝，你怎么想出上电视的主意的？小姑姑想的。小姑姑带战素出去玩了，一会儿就要回来了。怎么办？如果战术回来，
爹地就知道他有双胞胎儿子了。这样，你呢去拖住爹地，我给小姑姑打个电话，让她晚点回来。好，快去。完了，好像没拿手机。凤仙手机怎么在你这？在家无聊嘛，过来找我玩。你还挺厉害的，收买了我妹，还收买我儿子为你上电视。我如果说上电视的主意不是我出的，你会信吗？不是你。诗涵，我们回来了。大哥，不能让大哥开始战术。凤仙，你跑！我们先聊一下战术的辅养权。好啊，乐诗涵，你总算是露出你狐狸尾巴的人了。素素，爸爸跟洛诗涵有事要聊，你先回房间。洛诗涵，战素的抚养权只能是我的，这恐怕不能如你的意。你如果配合，我可以给你一笔钱，让你们母女俩一辈子衣食无忧。那我要是不配合呢？那我只能走司法程序。我提前告诉你，我们环亚的律师团战力一身。你这是在恃强凌弱吗？那有。孩子的成长需要父母的陪伴，你想霸占战素的抚养权，但你有时间陪伴他吗？我会给他请全世界最好的老师，给他匹配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。那你呢？你能给他什么？除了这个破破烂烂的出租屋，还有吃不完的泡面，还有吗？我没给他们吃泡面，我给他们吃的是阳春白雪面。那你怎么样？还不是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？你希望孩子长得跟你一样像个猪猪？那你天天给战素吃山珍海味，我也没见他长多高啊。那还不是怪你自己基因太差了。混蛋！开个价，多少才是愿意放弃战素的抚养权？你什么意思？你认为钱能阻隔我对战素的爱吗？这样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放弃战素的抚养权？你不同意是吧？那一定是给的钱不够高。这样吧，我给你10个亿。张涵觉，你就是把环亚给我，我也不会要。我告诉你，战素在我心里是无价的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钱你一分也别想拿到，孩子的抚养权你想都不要想。关晓，洛家该破产了，我要洛诗涵跪在我面前亲自求饶。素素，回家。卑鄙！喂。诗涵，为什么还不死？如果你那么希望我死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永远不出现在你面前。要死可以，不过你要帮助洛家渡过难关。我为什么要帮洛家？你有钱的时候想不起来我，现在走投无路就想起我来了。诗涵，你自己惹了战爷，你自己闯的祸，当然应该由你来偿还。洛诗涵，只要你把孩子的抚养权转让给战爷，他就会解除洛氏的经济制裁。为了帮助你们，却要我出卖自己的孩子，凭什么？我会补偿你的，我会把洛氏的股份给你5%。5%？战寒觉可是开出了10个亿呢，和你做生意这么抠，我还是去找战寒觉谈吧。站住！30%。爸，洛家30%的股份，哪有10个亿现金来的更实在呀？40%，不能再多了，这是我的底线。你个死丫头，你只不过是我们洛氏养的一条狗，给你5%，已经很便宜你了。哼，你还想吞并整个洛氏？洛氏，我还真不稀罕。这个贱人，他敢打我！反了！今天敢动我一根汗毛，我明天就去和洛氏解除关系，我眼睁睁看着洛氏被环亚吞并。可是以前爸
你不能眼睁睁看着洛氏被毁于一旦吧？我也可以帮你，不过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以前的洛诗涵被你们欺负的那么惨，让他给我跪下磕头认个错。不可能，算老几啊？跪下！老给这个贱人下跪！说话你没听见吗？还不跪下！竟然这样一个贱人，这样对我！跪下！这就对了，以后别张口闭口的，让别人见你。现在可以帮助洛家了吧？好，把洛家的全部转移到我名下，以后是赢是亏与你们无关。吞并洛氏！哼，把所有债务转移到我头上，不是正合你们的心意吗？你们自己心里也清楚，这个时候接手洛家，一不小心就是万劫不复。要不要答应我的建议呢？你们自己决定。不行，爸。洛诗涵就是趁我们洛氏困难，想空手套白狼，将我们洛氏据为己有。我刚回来，妹妹就这样欢迎我，你的教养去哪儿了？你打我妈耳光，让我妈下跪，你的教养呢？你妈把我妈从正宫的位置上撵下来，睡我妈的床，花我妈的钱，你妈有教养。爸，如果你把洛氏全部给他，那我们就一无所有了。我认识环牙总裁的助理关晓，我去求他，让他在战爷面前帮咱们说说好话，战爷一定会放过咱们的。对，我再让你爸发一份律师声明，与他脱离关系。我相信战爷不可能给我这个面子。洛诗涵，你还不快滚！你真以为我们洛家没有你就不行了呀？战爷对你可是恨之入骨，只要避开你，公司危机自然迎刃而解。思雨，洛家以后就靠你了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搭上战寒爵的助理就能帮你们拯救洛氏吧？诗雨，你怎么来环亚了？关晓，我是为了洛氏来求你的。这事儿我也没辙。我建议你去找洛诗涵，只要他敢放弃孩子的抚养权，总裁肯定会放过你们洛氏。关晓，我想跟战爷当面说清楚，洛诗涵已经被我爸撵出洛氏了。这事儿你跟战少说也没有用，而且战少不会见出生意伙伴以外的女访客。怎么会这样呀？那行，我先走了。你来做什么？怎么样，战寒爵同意放过洛氏了吗？不会吧，你不会连他人都没见到吧？你到底要做什么？来找战寒爵啊！没有预约就贸然见战爷，只怕会被他丢到大海里去喂鱼。洛诗涵，你怎么知道战爷的办公室在这里？关你屁事！洛诗涵，你是来放弃战所抚养权的吗？你真无耻！为了霸占孩子的抚养权，就对洛氏进行经济制裁。那是洛氏经营不善，与我们做不敢当啊！就算是我制裁的洛氏，那又怎样？战爷，洛氏跟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什么要封杀洛氏呀？敌人的敌人难道不应该是朋友吗？与我做朋友，你们也配啊？你把私人恩怨蔓延到商场，到时候会有很多人失业，很多家庭面临经济危机的，你知不知道？你们洛氏自己经营不善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战爷，我劝你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就当是为了孩子积点德。你说我缺德？难道不是吗？我看在战素的份上，一直对你忍耐。你如果再敢挑衅我，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你应该知道什么叫狗急跳墙。如果你再针对我，我就带着孩子出国。是，洛诗涵这是不作就不会死。不行，不能让他连累我。战爷，
我还有事，我就先走了。滚！我长这么大，敢威胁我的人，你还是第一个。荣幸被治。啊？想离开帝都是吧？我马上给你们母女俩救救。但战素，你永远也带不走。战素，我是不会给你的。那就拭目以待。喂，妈。涵涵，妈好不容易才等到一个合适的帅人，可是还牙的医生说你不愿意交手术费。怎么，还要继续威胁我？你要怎么样才能放过我妈？我只要你放弃战素的抚养权。战寒决，为了孩子的抚养权，你不仅封杀陆氏，还威胁我病重的妈妈，你简直丧尽天良！自不量力。嫂子，我给战素和彤彤买了新衣服。妈呀，你太客气了。哥，你跟踪我？我不跟踪你，我不跟踪你怎么知道你们俩狼狈为奸？去哪？哥，我求求你饶过诗涵吧，她只是一个弱女子，你何必欺人太甚？我回去再跟你算账。哥，虐妻一时爽，追妻火葬场。素素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糟了，千万不能让他发现战素和韩宝是双胞胎。走了，跟爹爹回去。不能把我哥哥带走。他是我儿子，我就是要带他回去。你呢，就去找你妈咪。若之涵，这就是你跟别的男人生的孩子。嗨，我害你！不是你这个小女孩，为什么每次见了我的敌意这么大？我又没对你做过什么。战不前，还不赶紧滚回家！战寒决把战素带走了，我得赶紧把韩宝接回来。你孩子在我手上，少1分我就撕票。糟了！哎，战素，只是诈骗电话，手上有没有人质的？我要去找妈咪。不行。风邪，我家韩宝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刚给韩宝打电话，却听到他求助的声音，他一定是被人贩子给抓走了。都怪我哥，如果我哥没有看见战素，肯定会去幼儿园接韩宝。我该怎么办？风邪，这样，我先进去等一等，如果对方要钱，我可以满足对方的要求；如果我们解决不了，就找我哥。走。妈咪，是你孩子被绑架了吧？对，我儿子被绑架了。那个孩子什么时候生的？跟我结婚前还是结婚后？大哥，只要他结婚时没有给你戴绿帽子，就说明大嫂她不是个坏女人。闭嘴！一个结过3次婚、生过3次孩子的女人，也值得你去讨价？看什么看？都是因为你自己作孽太多，所以孩子才被绑。对，我最大的错误就是爱上你。如果可以重来一次，我希望从来都没有遇见你。陆诗涵，你居然还嫌弃我？大哥，你怎么能对嫂子这样说话？迟早有一天，我最后悔的事情，就是让这个女人进了我家。大嫂，不然把韩宝的身份告诉我哥吧。不要，我想再等等。素素，过来。大哥，韩宝和彤彤都是你的孩子，如果有一天你知道真相，一定会后悔的。爹地救韩宝。放心吧，爹地已经报案了，很快就有人把韩宝救出来。先回房间。你为什么要报案？你知道报案对人质来说多危险吗？就你这个穷鬼，不报案，你就等着他们死掉。陆诗涵，你居然敢打我！因为你该打。把钱转进我的账号里。你要多少？2个亿。
还差1个亿怎么办？战爷，你能借我钱吗？你刚才不是还硬气的很吗？我求求你了。想要我借钱，可以啊，跪下来求我。哥，不就2个亿吗？算我借你的行不行？这里没你的事，滚开！哥，你以为我在帮他，其实我是在帮你。战爷，韩宝是我的命，绝对不能有任何闪失。我求求你借我2个亿好不好？帮我渡过这个难关。哥，2个亿对你来说只是一个小数目。就算是小数目，我凭什么要帮他？哥，你知道吗？韩宝他其实钱怎么还没有打过来？求求你，求求你不要伤害孩子！限你们5分钟之内，不然我们可要撕票了。不要！战爷，我求求你了，求求你把钱借给我好不好？我求求你。大嫂，不然我们把真相告诉他。只要韩宝能安然无恙，我愿意承担失去韩宝的痛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见到韩宝，别说2个亿，就算20个亿，你也会乖乖拿出来的。你凭什么觉得我会为了这个女人的儿子花20个亿？你知道我有多恨他吗？战汉君，韩宝其实是……喂，是罗赛涵小姐吗？你儿子已经被成功解救出来了，我们正在送他回去的路上。真的吗？我可以听听他的声音吗？妈咪马上就回家陪你。大嫂，韩宝被救出来了。凤仙，你可以继续帮我吗？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会遵守承诺的。你们在跟我打什么呀？没什么呀，咪。你们刚才说的韩宝，他又是什么事？啊，就是我认大嫂的儿子为干儿子，希望你看在我的面子上给绑匪钱。对，我现在不需要了。莫名其妙。汉堡，谢天谢地，你平安回来了。妈咪，对不起，我让你担心了。小祖宗，你安全回来就好。大嫂，你不会怪我吧？我刚刚差点把韩宝的身份暴露出来了。你在说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怪你？当时情况危急，只要韩宝能平安无事，其他的我都无所谓了。幸好警察叔叔救出韩宝，不然等我哥知道真相，肯定会予以追捕韩宝。论权势，他只手遮天；论财力，他是千亿总裁，我怎么可能斗得过他？大嫂，你放心，我会继续想办法误导我哥，不让他发现真相。凤仙，谢谢你。也不知道韩宝怎么样了，好想回妈咪家见见韩宝。苏总，你想见妈咪吗？想。那爹地就带你去见洛沙涵。正好，我也要去看看那个韩宝究竟什么来头。走吧。战爷，你怎么来我家了？怎么？我带我儿子来见你，你还不乐意？愿意，当然愿意。你儿子呢？我儿子就在你。我是说你和别的男人生的孩子，韩宝。哦，他出去玩了。行，那我就在这里等着他回来。我倒是要看看这个韩宝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。爹地，我饿了。洛世涵，你不介意我们父子俩留下来吃你一顿廉价的饺子吧？你爱留不留？爹
爹地，妈咪做的饺子虽然不值钱，但是很好吃。大树哥哥他是坏蛋，老是欺负妈咪。你别告诉他关于妈咪事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不会告诉你，我叫骆子头。还挺可爱的。就是跟你妈一样聒噪。妈咪，叔叔说你坏话。别管他，他狗嘴里吐不出象牙。骆诗涵，战爷，吃饭了。苏苏，妈咪给你做了你最爱吃的水饺。谢谢妈咪。妈咪，我想哥哥了，哥哥怎么还不回家？是啊，我是来见你儿子韩宝，他人呢？他和他父亲在一块儿。他父亲啊？对啊，就是我前夫。水性杨花的女人。战爷，你不爱我，就不允许别人爱我了？没有不允许，就是觉得恶心。战爷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你吃着我的饭呢，就请你嘴巴放干净点儿。自己做得出来，还怕别人说？爹地，你不要和妈咪吵架。坏叔叔，不许你凶妈咪。妈咪听你们的。爹地，我喜欢彤彤，能把彤彤带回家吗？如果他监护人允许的话，爹地当然不介意。彤彤，你想跟战素哥哥回家吗？我不去，我要大树哥哥留在我家。不行。爹地，我今晚想住在妈咪家。行吧，那爹地明天来接你。骆诗涵，我劝你趁早放弃战素的抚养权，否则后果自负。妈咪，我不喜欢叔叔。彤彤，他是你爹地。可是他总是欺负妈咪。如果爹地和妈咪复婚就好了。你爹地那么讨厌我，是不会跟我复婚的。也对，爹地只喜欢颜真菱，其他女人都很讨厌。你爹地到现在还喜欢颜真菱吗？对，爹地喝酒的时候喜欢念她名字。我找机会把事情告诉他，或许他会相信呢。怎么了，爸？儿子，骆诗涵签了放弃抚养权的协议了吗？我要发布这个事情啊！爸，我想等拿到离婚协议之后，再召开记者发布会。哎呀，不就是抚养权嘛，给他一笔钱不就行了吗？可骆诗涵他现在想要的不是钱，是儿子。不要钱，很有骨气，可是他拿什么和我们战争啊？我也想知道。我好久没有看到我的乖孙子了，告诉叔叔啊，明天爷爷去看他。好的，爸。喂，骆诗涵，我爸明天要见战素，你今天就把战素送过来。知道了。素素，你爷爷要去海淀别墅看你，那我下午就把你送回爹地那里了。妈咪，战树的爷爷就是我的爷爷吗？对呀。妈咪，我还没见过爷爷呢，我能代替战树去爹地家见爷爷吗？这得问问素素的意见。妈咪，就让韩宝去见爷爷吧。好，那我下午啊就送韩宝去爷爷那。爷爷，哎，素素，今天对爷爷怎么这么热情啊？来，把我生日的红包拿过来。哎，都是你的。素素，爷爷给你的红包，快拿来。爷爷，我不要你的红包。你知道爷爷给你红包意味着什么？爷爷给我这些钱，我可以不付出任何努力，就可以住豪宅、买豪车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啊，那你知道为什么不要呢？我不能随意接受别人的馈赠。为什么？爹地教导过我，做人要学会自立自强，想要拥有美好的生活，就要用自己的双手去创造。韩菊，你把孩子培养的真好。是父亲教导的好。素素，我和你爹地要聊一聊，你自己玩会儿好不好？哎，韩菊，素素病情最近怎么样了？自从那个骆诗涵来了之后，他好像变得活泼开朗许多。骆诗涵对素素这么重要吗？这可能就是母爱的伟大吧。
既然这样，你没想过和罗世涵复婚的事儿？没有。你呀，心里头永远忘不了那个连征玲的，是不是？她是我一生挚爱，我怎么可能忘掉她？逝者已去了，不能永远活在失去她的悲拓里啊！哎，之前我听说你要和白家那个小姐结婚，有这事儿吗？有。我本来是想给素素找一个人照顾她，但是素素完全不喜欢她。结婚的目的就是为了儿子，那你还不如和洛世涵复合呢。爸，她已经改嫁了啊？那我乖孙子怎么办？我会好好教导她。你有时间吗？楼上什么动静？哎，韩姐，你去看看。好。告诉爹地，究竟怎么回事？打碎这么多东西，起码得治好几个月吧。自己受伤才去。爹地好像很生气，爹地是不是不喜欢我？少爷，小少爷不见了。你说什么？难道他去找罗世涵了？您好，所拨打的电话暂时无人接，请稍后再拨。韩宝，你今天不是去爹地家了吗？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妈咪，爹地他不爱我。怎么回事？发生什么了？我不小心把叔叔的瓷器打坏了，爹地好像很生气，就罚我打扫房间。这个战汉爵在搞什么鬼？爹地是不是不喜欢我？韩宝，你今天是以战素的身份去爹地家的，对吗？对。你看，那爹地肯定以为啊，打碎瓷器的是战素，还以为自己罚的是战素呢，并不是针对你。所以爹地不是在跟我生气。当然啦，爹地啊，可能对小孩子比较严厉，不像妈咪这么慈爱，但他还是很爱你的。知道了，妈咪，我以后长大一定会赚钱还他的，你能告诉他吗？好，妈咪一定会告诉爹地的。我去开门。素素是你的儿子，他只是不小心打碎了瓷器，你就如此责罚他？我如果不这样罚他，他就不会长记性。你这个责罚太重了。素素他是一个男孩子，做错了事情就要承担责任。倒是你，挑拨我们父子之间的关系，居心叵测。在你心里，我就是一个搬弄是非、挑拨离间的小人。难道不是啊？我不想跟你吵。如果战爷不会带孩子，那就把战素的抚养权给我。不可能。素素，跟爹地回去。爹地，我想跟妈咪在一起。战爷，你看到了吗？孩子不想跟你回去。素素，如果你跟爹地回去呢，我就让洛诗涵继续当我们家的保姆，并且带上彤彤。我看起来很像保姆吗？难道不像？如果战爷真心为了孩子好，就不该提出这样的提议。你没有资格来否决我的决定。如果把我的身份限定为保姆，那我教育孩子的义务就会在无形中被剥夺。你一个乡野村姑，根本就没有资格教育我的孩子。我可以入住战家，以妈咪的身份照顾战素的饮食起居，并且向你缴纳房租。如果你去打听一下海天别墅的租金，你应该就不会提出这么荒诞的建议。战爷开个价吧。一个月10万，10万一间房。好，我可以先欠着一段时间吗？等我找到工作，我就会把钱给你。可以啊，利息3分。你说什么？战爷宅心仁厚，我先谢过。那我明天就搬过去，麻烦战爷为我腾出一间房来。素素，妈咪明天就会去家里照顾你了，跟爹爹回去吧。妈咪，我不想走。战爷，你稍等，我需要给素素做一下思想工作。
素素，韩宝不想跟爹地回家，你愿意跟爹地回家吗？真乖。爹地，素素，你不生爹地气了吧？为什么要生爹地的气？不生气就好。走，我们。爹地怎么了？不是，你这衣服怎么跟刚才穿的不一样？素素偶尔会在我这边住，所以我给她买了好几套衣服换洗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没什么。那既然没问题，你赶快带素素回家吧。你为什么这么急着赶我走啊？难道是做贼心虚？你在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怕你吵到我家韩宝睡觉。对，说起来你们家韩宝，我还从来没见过。他睡着了。那正好，带他出来见见。我说了，他睡着了。我又不打扰他休息，我就见他一下。哎，不许去！为什么不能见？难道他有什么见不得人的秘密？爹地，我困了，我想回家睡觉。行吧，先回去。妈咪，爹地走了吗？走了。韩宝，你为什么不想跟爹地回家呀？还在生他的气呀？不是，我今天犯了错，不敢见爹地。傻孩子。爹地。他就是韩宝。战爷，我是韩。原来你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。哥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见到韩宝，别说2个亿，就算20个亿，你也会乖乖拿出来。你怎么敢呢？你怎么敢拐走我的孩子？他也是我儿子，怎么能算拐走？韩宝，爹地。是爹地对不起，爹地之前不知道你的存在，是爹地没有做到一个父亲应该做的责任。爹地以后一定会好好补偿你。爹地，其实我们已经见过很多面了。爷爷，哎，素素，今天对爷爷怎么这么热情啊？战素，你今天是怎么了？你在卖萌？弟弟，我知道你对我最好了，我要什么你都答应，对不对？所以战术之前忽冷忽热，不是因为他惊风了，是因为你们互换了身份。嗯，之前那个活泼可爱的孩子就是韩宝吧？陆世海，我非常感谢你给我生了一对双胞胎，但是对于孩子的抚养权，我志在必得。爹地，你可以选择我和战叔任何一个人来陪你，但是另外一个人必须要留下来陪妈咪。韩宝，是兄弟就该一起成长。爹地，你不能让我和妈咪分开。战爷，请把韩宝还给我。韩宝，你还爹地。爹地，你可以和妈咪复婚，这样你就不会失去我和叔叔中的任何一位。陆世海，你的意思？为了不在孩子面前做坏人，你就把这个难题抛给我。我在问你的意思。战爷，5年前主动放弃孩子抚养权的事情，不会再做了。我战家的血脉，一个都不能少。爹地，你刚刚不是说让妈咪去家里照顾我吗？洛仔，明天带着你的女儿来我家照顾2个儿子。要吃中餐的话，自己去买菜吧，就在街对面，走路15分钟。煮个面，不好意思说自己会做饭。今天我得让你见识见识什么叫喜康。韩宝，能不能素素吃面吧？
彤彤，你是不是不喜欢吃面？是的。哇，是披萨耶！一个披萨真的花里胡哨，饭是用来吃的。妈咪，我可以跟爹地分享吗？当然可以啦，如果他愿意吃的话。弟弟，你尝尝，妈咪做的披萨跟外面卖的真的不一样，真的很好吃。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战爷，披萨好吃吗？不怎么样。总之你吃了，那就得付钱。多少？1000。你这是趁火打劫。战爷，你是资本家，应该明白市场价格取决于供求关系。我的披萨呢，全球独一无二，供不应求，标价1000，不过分吧？你经济学学的倒挺好啊。多少？多少？凭什么？我又不是你的保姆。以后你做什么我吃什么，我还会给你一定报酬，1个月2万，外带一定的休息时间。直接好。苏苏，怎么了？我害怕。别怕啊，妈咪在这里，妈咪保护你。若莎，你为什么会在战所发展？别烦我，跟防贼似的。孩子昨天晚上做噩梦了，你这个当爹地的难道听不到吗？去做你的班。苏苏，怎么又做噩梦？苏苏，是不是有什么心事了？爹地，妈咪他们会不会离开我们？苏苏，只要你不想，他就不会离开。油炸食品吃多了对孩子的健康有影响，以后这样不花费心思的早餐，我不希望再看到。战爷，豆浆油条呢是经典的营养早餐搭配，物美价廉，为什么不能吃？若莎，别忘了我是你的雇主，我有权要求你能做什么，不能做什么。叔叔，如果你不喜欢吃，可以不吃，没有人会勉强你。你妈咪有没有告诉过你，食不言，寝不语？二叔叔，你为什么一直说话？我已经为战所韩宝联系了新的幼儿园。学费多少？虽然赡养孩子是我们共同的义务，不过看在你囊中羞涩的份上，我可以免除你对孩子们的所有义务。学费呢，我们1人1半。你放心，我就是摘肾卖血，也不会让你变相剥夺我抚养孩子的义务。既然如此，学费100万，拿了吧。这么贵？一个孩子100万，2个孩子200万，你跟我 AA 制，没意见吧？不是，幼儿园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一定要选一个这么贵的？那贵的又不一定是好的。别为自己的无能着急。好，学费的事我会想办法，但是你能不能帮我一个忙，让彤彤和韩宝他们入读同一个幼儿园？非海天别墅业主的孩子不能入读小学幼儿园。战爷，求求你。就算让彤彤进了海天幼儿园，那他的学费你还是要找我钱。你只要想办法让彤彤入读幼儿园就可以了，学费我会想办法凑到。行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想出什么。
妹今天真漂亮。谢谢哥哥。这小姑娘可爱是可爱，就是跟我八字。要是天天跟我待在一起，不知道要把我气得少活多少。叔叔，好像有这样一个女儿，打不怎么样，也没什么。你今天是来找我借钱的是吧？那你为什么不亲自开口，利用一个小孩子来达到目的？你也太无知了。走，我们该上学了。彤彤的学费你可以放心，她的学费我会帮她交的。我女儿的学费用不着你操心。我查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说。我调查了洛诗涵的全部档案，从她出生那天起直到现在，可是所有的资料有关她的记载都停留在7年前。7年前，真灵车祸那年。对，我还查到洛诗涵7年前也出过车祸，正好和真灵姐出车祸的时间地址一致。什么？竟然这么巧？是啊，我也觉得很巧。而且你不觉得洛诗涵现在的脾性变得越来越像真灵姐了吗？你说她会不会是……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看过穿越剧吗？我怀疑洛诗涵在那场车祸中死了，而现在的洛诗涵身体里住的是真灵姐的。战凤仙，你别在那里胡说八道。洛诗涵怎么可能跟颜真灵相提并论？她满口谎言，粗鄙不堪。可是现在的洛诗涵网络技术一流，她甚至会易容术，这些都是真灵姐曾经拥有的技能。而且，说话别吞吞吐吐，大哥。彤彤也是你和洛诗涵的孩子。当年洛诗涵怀了1胎3宝，而彤彤就是3胞胎中最小的妹妹。什么？这种事情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因为我担心你会跟洛诗涵抢孩子嘛。如今我推测了她是真灵姐后，我才敢告诉你。那如果她真的是颜真灵，那我这些年对她做的事情，岂不是太残忍了？是很残忍，可她爱你的心不变，大哥。她一直在等你，是你的冷漠和拒绝让她不敢前进。现在是你弥补她的时候了。洛诗涵，你会是颜真灵吗？真灵。真灵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真灵吗？站住！你是颜真灵？战爷，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你还在装？我刚刚叫你的名字的时候，你回头了。我告诉我，你是不是颜真灵？啊？如果我说我就是颜真灵，你会相信吗？换作是以前，我是不信。但随着你越来越像他，我信了。无论你相不相信，我现在是洛诗涵的身份。无论你是什么身份，我从始至终爱的只有你一个，颜真灵。那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还以为你不会相信重生的说法，所以一直不敢告诉你我的身份。对不起。你还追杀我，驱逐我，还跟我抢儿子，连我的女儿你也讨厌。对不起，是我的固执让我们错过了这么多，也是因为我让你胆战心惊，还连累了孩子们。你这个坏人要欺负妈咪，打你！彤彤，妈咪，彤彤别怕，我是爹地。彤彤，快叫爹地。我不能叫他爹地，他会把我从妈咪身边抢走。不会的，我会和妈咪结婚，2个哥哥以后也再也不会离开你，我们一家5口永远生活在一起，好不好？好耶！弟弟妈咪终于要结婚了，我们一家人永远不分开喽。